到了2100年，咱们周末常去的东海岸公园、滨海湾，可能都会直接泡在海水里。这不是什么末日科幻电影的剧情，而是极端气候下，海平面上升1米后，新加坡实打实要面对的生存危机。为了保住咱们的家园不被淹没，政府准备砸下预计超过1000亿新元的预算，用来填海造地和修建防洪设施。很多朋友一听这个数字就倒吸一口凉气，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这1000亿花的心痛吗？但这笔巨款到底怎么花？今天咱们就来盘一盘，新加坡凭什么敢称全球基建第一？这1000亿背后又藏着国家怎样深谋远虑的经济野心？大家都知道，咱们新加坡在地图上就是个标准的小红点，土地面积小，但我们要装下越来越多的祖屋 HDB， 跨国公司总部，还要建机场、修地铁，所以从建国开始，我们就在拼命填海。按照政府的规划蓝图，到了2030年，咱们国家的土地总面积要突破766平方公里。但现实很骨感，填海得要沙子啊！周边的邻居们早就看穿了这背后的战略意义，出于环境保护和地缘政治的种种考量，纷纷收紧，甚至直接禁止了砂石出口。没沙子，这海还怎么填？换做其他国家，可能工程就直接停摆干瞪眼了，但这反而逼得新加坡无路可退，硬生生搞出了一套连全球工程界都叹为观止的生存型基建。早期咱们在滨海湾、玉郎工业区填海，靠的是进口，但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，逼出来的技术创新，让新加坡的基建水平直接拉满。我们不再是简单粗暴地往海里倒泥沙，而是把每一次填海都变成了一场高科技的极限挑战。既然花钱也买不到足够的沙子，咱们的思路就得变一变，能不能少用沙子，甚至不用沙子？为了解决这个卡脖子的问题，建屋发展局 HDB 的专家们直接跑到了荷兰学习，把他们最硬核的水填技术搬了回来，并且首次大规模用在了咱们德光岛的扩建工程上。简单来说，传统的填海就像是用土把一个坑填满，极其消耗砂石，而水填技术是先在海里建一圈坚固的高耸防波堤，把这块区域围起来，然后把里面的海水抽干，接着通过一套极其复杂的泵站和运河网络，精准控制地下水位，在海中央筑起一道长达10公里的海堤。不仅需要极高的地基处理技术，还要考虑海流对堤坝的常年冲刷。工程师们在海底打入了一排排深达数十米的钢板桩，再铺设特殊的透水土工布，确保堤坝既坚固又能透水减压。这套黑科技带来的直接效果就是德光岛项目硬生生省下了大约50%的沙土用量。不仅如此，荷兰的技术在欧洲管用，到了咱们热带雨林气候的新加坡，面对暴雨频发的情况，原本是水土不服的，所以本地工程师们又对这套系统做了深度的精密改良，确保即使在季风季节的狂风暴雨下，抽水系统依然稳如泰山。这新增的800公顷土地，不仅完美解决了我国军事训练场地问题，更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个极其强悍的事实：就算外部资源被全面封锁，新加坡的技术储备和工程能力依然能强行重塑国家的物理边界。看到这里，很多朋友可能会在心里打鼓，花1000亿新元去对抗海平面，咱们的 CPF 公积金和国家税收真的承受得住吗？会不会拖垮经济？其实，政府算的是一笔极其精明的长远经济账。在新加坡，填海造地从来都不是纯消耗的亏本买卖，而是高回报的国家级投资。我们来看看正在收尾的大士港口2阶段工程，这不仅仅是填出一块平地，更是为了打造全球最大的全自动化巨无霸码头。未来，这里会有成群结队的无人驾驶 AGV 穿梭，全自动的起重机24小时无休运转。大士港口全面建成后，每年的集装箱吞吐量将达到惊人的6500万标准箱。这不仅能巩固我们在马六甲海峡的话语权，还能吸引更多跨国物流巨头在这里扎根。它保住的是新加坡作为全球航运枢纽的绝对命脉。再把目光转向咱们熟悉的南部滨水区计划，随着吉巴码头等旧港口业务逐步搬迁到大士，市中心腾出的这片无敌海景黄金地段，未来会摇身一变，成为超级滨海商业与居住走廊，面积相当于6个滨海湾那么大。这里不仅会有高端写字楼，还会规划大量的公共住宅和绿色休闲空间。如果你有机会在南部滨水区买一套 BTO， 你会考虑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。
这种基建前期投入带动土地大幅增值，最终实现产业全面升级的闭环模式，让新加坡的填海工程具备了极其强大的自我造血能力。对比中东迪拜那种纯粹为了追求地标噱头建人工岛的商业填海，新加坡的每一寸新土地都死死绑定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民生需求。这1000亿不是泼出去的水，而是种下去的摇钱树，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投资。面对步步紧逼的气候危机，最高级的做法从来不是被动挨打，而是主动出击，把危机变成红利。市区重建局目前正在紧锣密鼓研究的东海岸长岛计划，就是这种战略思维的终极体现。面对海平面上升的致命威胁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在现有的海岸线上建一道又高又厚的防洪墙。但如果真这么干，不仅视觉上极其难看，还会彻底毁掉大家周末去东海岸骑脚车、滑轮滑、吃海鲜、吹海风的国民级乐趣。这显然不是新加坡风格。所以政府干脆提出了一个极具颠覆性的设想，直接在东海岸外海填出一片绵延10几公里的长岛。这个长岛首先是一个阻挡汹涌海水的巨型防洪堤，完美解决海平面上升的威胁。但更绝的是，长岛和现有的东海岸之间会形成一个封闭的水域，这直接为新加坡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巨型淡水蓄水池，进一步打破了我们在水资源上的瓶颈。不仅如此，这片新填出来的长岛上，未来还能建起全新的海景祖屋、私人住宅，以及拥有无敌视野的休闲公园。想象一下未来的生活场景，你住在长岛上的新祖屋里，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马六甲海峡，下楼就能沿着新建的环岛步道跑步，而你脚下的这片土地正在默默守护着背后的整个新加坡岛，免受海水侵袭。原本是一个极其头疼的气候防御负担，经过这么一通神操作，直接转化成了增加国家土地储备、提升水资源安全、改善国民居住环境的综合性国家级资产。把防洪堤变成生活区，在环境承载力的极限与城市开发之间玩出这种终极的平衡术。放眼全球，恐怕也只有新加坡敢这么想，也敢这么干了。从到处求人买沙子，到自主研发使用黑科技，从被动防御海水倒灌，到主动出击打造全球第一的自动化港口和长岛，新加坡的填海工程本质上就是一场以100年为时间单位的对抗地质宿命的国家生存战役。这1000亿新元的巨额投入，不仅是在世界地图上倔强地画出新的边界，更是在为咱们的下一代争取活下去的空间和持续繁荣的底气。你觉得新加坡这些硬核又极端的基建计划，真的能成功应对未来的气候危机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的犀利看法。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内容，别忘了订阅咱们狮城社区百事通的频道，顺手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接着带你长知识。